比较理想合理的方式是什么？合理的方式是你让现在的空屋会被释出，比方说你空屋，然后又没有自住的事实的话，就直接判刑算了啦，逼这些空屋流入市面上，这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这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租金起不来哦。对我们自产人来说，为什么？因为供应量太大了，大家老房东那个怕麻烦，你说那个租金节税优惠，我跟你讲，人家怕麻烦啦，怕租客不缴租啦，怕麻烦的那个需求更高啦，所以宁愿空着，空着是真的很多。那就这样嘛，你空屋然后没有自住事实，直接判刑算了。好，所以社会上就会突然涌入几户空屋，我跟你讲，5万户、10万户，通通都做得到。那你还需要自己盖吗？不需要了。对啊，那我们你是政府你球员兼裁判你干嘛不这样子做？你就一定要自己弄一块地，自己来盖，然后盖完之后又在那边赔钱。像社会住宅也是，大家都在抱怨说，这个社会住宅新房子没错，但政府盖它社会住宅，可它租金不低呢。这个租金我在外面就那个社宅的旁边的中古我去租，可能都便宜很多呢，就会变成这样。到底是就一定要自干，一定要自己盖？民间明明有那么多空屋，你就看怎样把它释出就好。先聊时事桃园2字头捷运可负担宅3000户，政府盖来卖给你，谁能买？怎么卖？房市的影响一次讨论。蛮屌的这个桃园我先说结论，3000户这个规模你听起来很多，但是对市场来说规模还是太小了，会像一颗石头丢到水里面，咚一声大概就这样，对房市的影响十分有限。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你应该要拥有一间医院旁边的房子，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桃园出现超便宜的房子了，政府盖的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桃园抛2字头可负担住宅震撼弹。这个新闻就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因为现在大家的关注焦点都在水龙头开大一点然后行政院开了，然后等央行这样。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应该9月18号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怎么样。好，总之就是个被冷处理的一个议题啦，但是毕竟是个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桃园它抛出了2字头可负担住宅震撼弹，3000户的捷运宅限年轻人才可以买网友很忧心说这买得到吗？内容是这样桃园市政府推出可负担住宅政策，在中立体育园区基捷 A20 跟 A21 即将要释出3000户，一坪只卖你2字头的房子，最快2026就会推出。那以中立为例目前的均价是40万，所以它是将近便宜一半，就是半价的房子，政府盖的这样。但是你要买这种房子有前提这个前提就你听听看未来你要卖只能卖给市政府，政府把房子收回来这样。对那你说这个吸引力怎么样？概念有一点像新加坡的祖屋祖屋我们讲一下，这就政府盖的房子，然后你要是新加坡的公民你才能买，而且你的下一手也要是新加坡的公民，通常价格会比行情便宜很多。而且像新青安一样新青安也是绑5年嘛，他们也是绑5年，5年以后你要卖你才能卖。好，那我问你，你认为桃园市政府推出这个政策是好事吗？会不会影响当地的房市？欢迎留言讨论，跟大家一起站来站去。尤其你自己就住桃园的中立体育园区那边出现一坪2字头，然后你未来你买了，你只能卖给政府，这个你要不要买为什么桃园市政府要出这招那我们来讲说桃园市政府是出于怎样的考量来推出这个政策。我们来看这篇采访标题我念一下，桃园抛住宅新政，可负担住宅临捷运轻松买，率先示范锁定这3区。你看画面，这个人蛮有型的留着胡子。这个人是桃园市都发局局长江南志局长江南志先生。那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江南志表示，看过许多先进国家大城市，在都市更新与转型后，城市风貌虽然变得更现代与繁荣，但逐渐也成为少数人才能负担的城市空间。意思是说，他认为现在的城市规划是越来越好，没错，例如到处都在盖捷运轻轨，好事情。但是也因为这些重大建设让房价就变贵，
让普通的市民更难负担，甚至要往外迁这样。啊，那他就认为说啊，有一些地方啊，交通方便啊，是比较便宜的地方啊，然后一般人也要买得起，看政府怎么去做，他们才尝试做这样子的规划。他也讲了，这个设计的重点是什么？可负担住宅的买卖将透过住都中心来统一进行，那价格部分也会受到自治条例的规范。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买了这间房子之后要卖给政府多少钱，不是你决定的，是政府决定的，所以你也不用期待说，我可以买20哦，然后住个20年以后，我看能不能卖到60、70，假个吧，那个政府会用这个钱来给你收，不可能的。那你也不用期待说会有什么猛烈的溢价的增幅，我未看先猜，你就买下去，那你大概就是安心在那边住就好了。房价其他地方还在涨，因为那是民间自己的交易，然后你这个就价格就被绑得死死的。你要卖回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想要跟政府打官司？为什么？因为政府的计算逻辑一直以来都怎样？不接地气嘛。你看这个标题，你有理那么多吗？主计处统计2024年总薪资平均突破6万元，就一样啊，对不对？政府看数字来做功课，然后就来发布一个政令了。他以后就说你的房子只值多少钱，就是这个钱才能够收。参考的是房屋评定现值跟公告地价按照多按照一个复杂的算式算出来以后，那还让你赔钱，那你要不要卖？就变成这样啊，变成这样的几率实在是太高了哦。这就跟那个一样我跟郭台铭的收入平均起来，我也是1万富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继续讲谁可以买条件因为这个自治条例草案都怎样都还在审，所以讲得很模糊，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方向就是说政府来盖，然后政府来半价卖，卖完以后，你之后政府再过了10几20年后，政府再给你买回来大概就是这样。那大概的方向上，适用对象初步设定在25到45岁。导入评分制度，优先供应给已婚或育有子女者。单身狗中枪又再度中枪，单身好像有罪一样。那对于初入社会或正在创业的青年，可申请入住社会住宅，成家立业累积资产后，再转而申请购买可负担住宅。就是你们单身狗去抽社宅那运气好有抽到，等你真的运气又更好了，要结婚了那就可以来买我们的可负担住宅那你抽不抽得到社宅，或是你要结婚的时候能不能买到可负担住宅，领导的代志，告时要讲。那最后你要知道这个政策对房地产的影响，我们就来沙盘推演说这样的政策到底对当地的房地产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那因为条款什么的真的都还没确定，这东西太新了，我都认为说有点抛出来发个新闻来探探市场的风向。现在又收不到什么风向，因为全部大家焦点又不在这边都在就这样。然后所以我现在的沙盘推演大概几率会出错出错就出错，我就当闲聊。先说结论我认为影响不了当地的房市，影响不了。为什么？因为它供给的数量太少了然后从2026年开始供应，也没讲到那个20几年要把它供应完只要有供应，一户也叫供应。我问你桃园在2024的时候有几间预售拿到使照使用执照，拿到使照就是人可以进去住，门牌都会有，电梯都可以用了桃园2024预售使照几户？16711户16711户，意思是桃园市政府拼命挤出这3000户，又不是一年供应出来，要分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来慢慢供应，也不过是桃园是一年的预售屋交屋的1/5而已。然后2024年的买卖转移动数是这个要讲一下买卖转移动数是真实发生交易转移了，预售还不算在里面，就变成说是整个房子包含中古通通都拉在一起直接去看买卖的转移。桃园2024买卖转移是多少？49189户，49189户，你就算5万户好了。前几年因为现在预售屋交屋大潮嘛，前几年大概也都是4万户买卖转移。那你说这个3000户还要分不知道几年来释出 N 年来释出，这个就影响就真的还好。我们假设盖很快，超级快一路绿灯畅通，3年就盖好，所以平均1年是1000户。好，1000户对上平均的4万户的买卖转移，这个叫做 2.5%。对啊，所以你说你要影响房市占比就太小了，所以就是有买到的人赚到，
但是真的赚到吗？这个地方又要打一个问号了。为什么？因为前面讲了嘛，这间房子未来怎样，你只能卖回给政府，然后政府会出他认为的合理的价钱，你认为的合理价跟政府认为的合理价绝对会有巨大的落差。哎呀，甚至有可能哦，这不讲，各种版本可能猜测通通都会跑出来。总之就是你要卖回给政府，政府就不会用高价跟你收了，就不会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多很多的话，立委又要来质询了。你要图利特定人是不是？政府你这样带头炒房是不是？那你当初要让谁买到，这个不就是你在输送利益吗？所以你买了这间房子的人怎样，就很可能会变成吃不到房地产的资产增值。当然有一个说法是，那吃不到就吃不到，我可以把钱拿去别边我可以去买股票赚更多等等，有的没的，又来了。你又回到我们讲的胜率问题你买股票跟你买房地产，我是要选房地产因为胜率实在是很高，就很稳健，很难输很难死这样。股票就不一定它不一定被抬出去。但是现在这间可负担住宅的胜率几乎是0，我们不要讲0我们讲 10% 好不好？10% 的意思就是说，你到时候卖，政府有 10% 的几率花大价钱让你好好的赚一笔 10% 的几率。那你买股票的几率是说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买股票会赢的话，你就根本不应该会考虑这种所谓的可负担住宅嘛，对不对？你做股票那么厉害，你身家早就过亿了，你那个航海王那一波你就跟到了那你也不会现在来看什么社会住宅，你也不会现在来看什么可负担住宅，就跟你无关嘛，就这样嘛。所以现在还在讲说要做股票要可负担住宅这个就是实力比较没有那么雄厚的族群所以我怎么看都觉得很奇怪，这样子这个爽到这3000人这3000人我们大家都抽不到，就这3000人有抽到这3000人自己也是干干叫我之后是怎样？我这好像是我跟政府买，然后买完之后我也没赚多少钱那又要卖回给政府，那这样来去一场空，我只是有一个地方可以住而已，他们也不高兴所以就这个神奇的政策。当然如果你认为你天性保守到爆炸，你就是不想做房地产，不想玩股票那你的钱就是搭在布子上慢慢存，这都可以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我个人认为就很适合你，那你去买嘛，半价嘛，然后本业继续赚钱嘛，继续上班嘛，然后你要做什么其他的资产的运用那随便你嘛，那至少你自住的问题就被解决掉了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可负担住宅谁会去买？选项 A刚成家的小夫妻，选项 B 口袋没钱的8+9，选项 C 只想炒股票的散户。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LINE 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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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 LINE 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LINE 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
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左派当道就是大家要重视这个人权福利或是什么，然后其实就会出现很多这个有的没的情况。我认为这是好事啦就是国家毕竟总是在进步当中，但是这个你看社会住宅也是，现在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也是，就是政府怎么想包含中央包含地方怎么想来想去就是我要自己盖，怪怪的。空屋率不是也讲出来了吗？全台超过好几万户通都是空屋的，那政府更应该施力的，他们不可能没考虑过甚至他们里面就讨论过，然后就这个方案就被毙掉了。比较理想合理的方式是什么？合理的方式是你让现在的空屋会被释出，比方说你空屋然后又没有自住的事实的话就直接判刑算了啦，逼这些空屋流入市面上。这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这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租金起不来对我们自产的来说，为什么？因为供应量太大了，大家老房东那个怕麻烦，你说那个租金节税优惠，我跟你讲，人家怕麻烦啦，怕租客不缴租啦，怕麻烦的那个需求更高啦所以宁愿空着是真的很多。那就这样嘛，你空屋然后没有自住事实，直接判刑算了。好，所以社会上就会突然涌入几户空屋，我跟你讲，5万户、10万户，通通都做得到。那你还需要自己盖吗？不需要了。对啊，那我们你是政府你球员兼裁判你干嘛不这样子做？你就一定要自己弄一块地自己来盖，然后盖完之后又在那边赔钱像社会住宅也是，大家都在抱怨说这个社会住宅新房子没错，但政府盖它社会住宅，可它租金不低呢。这个租金我在外面就那个社宅的旁边的中古我去租，可能都便宜很多呢，就会变成这样。到底是就一定要自干，一定要自己盖？民间明明有那么多空屋，你就看怎样把它释出就好。然后现在又跑出来了，要租赁条约就是规定那个房东他保障房客有租3年的权益，然后规定房东每年涨租金不能超过 2.3%， 就是通货膨胀的那个 CPI 的物价水准，就太保护租客。然后怎么你完全可以怎么样？你完全可以房东你要空屋，你就是判刑就对了那你一判下去，市场突然瞬间每个县市都多好几万户的空屋，租金市场就崩了嘛。租金市场崩，因为租客就可以挑，到处都有让我慢慢挑。那租金市场崩了会造成什么结果？我们房东之间就会卷起来了，就是说那没塞那我就来化妆整理房子厕所太恶心太旧太脏，我就重做厕所或是怎么样。好，因为我要去卷那个租金的效率嘛那就这样看起来对租客才是真正好的保障。租客东西那么多嘛，然后租金都被海量的供应压制的供应不出来。有一个现象你参考看看，这是小局部的现象，就是从化区的新大楼一落成一交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假设一个社区250户交屋以后，你觉得自住有几户？从化区新大楼附近野狗比人多就会发生说这250户里面可能有175户都怎样？都在出租那你觉得租金怎么高？它是新房子，租金理当高没错，可是100多户同时在租，像高雄现在的高大特区很多都是这样，像桥头那边一堆房子都可以租，都是新的，然后租金都拉不高租金还能比较高，就是它有装潢还是怎么样。那租客在斤斤计较的情况之下，又变算了，没装潢我们也可以租，租金就会被自己怎么样一交屋的多杀多在那边杀来杀去。这就是一个很显然的现象，叫做平抑那个租金嘛。我们现在社会上的空屋那么多，你看用一个什么方式让老房东又要讲那个我跟你说，棒子比萝卜有用。萝卜啦就是萝卜跟棒子嘛，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好，棒子比萝卜有用，现在是给萝卜，就是说公益出租人每个月先减15000，剩下的再乘以 0.43 让你去报税怎样，然后你成为正版社会住宅每年又有1万，这个都是萝卜，棒子没有出来你现在还是无法抵抗一种人叫做什么？叫做林北就是不爽租，我就是一堆房子我就是空着，缴管理费缴贷款缴每年的房屋税土增，缴房屋税跟地价税，我都没差，我就是要空着，你能拿我怎么样？这我叫做完全不能怎么样，没有那个棒子嘛。
等到那个棒子出现了以后哦，这空屋会突然砸进市场，到时候的租金哦会直接下降，而不是说你现在又去限制了那个供应端。你现在法规上这么保护租客哦，这个要住3年我就要给他租了哦，这个涨租金哦还要先去算啊，不然我就违法了哦啊，店家安诺都安诺，太麻烦了，太麻烦的情况之下，在没有经济压力的前提的那些老房东、老包租公，他们会选择怎么样？哎，就算了，就不要租了，就空在那里哦，没差，反正租金这个都是什么？我们来看租金投报率都很低嘛，对不对？都是个位数的趴数的嘛。尤其是台北市、新北市那个1%多的东西，连银行贷款都冲不掉。那中南部的话，取得成本早的房东，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没有差，所以他们完全可以这样放生，没差。反正我要的是房子的增值的那一段就好了。这中间我虽然没有租金收入，不过有租金收入好麻烦哦。算了，就给他放着。造成什么？造成说他越是去管理，就一直给萝卜哦。那萝卜给到哪里去？给到租客身上去。那让房东越来越怕，怕说啊，算好麻烦哦。现在怎样？我以前乱租，现在说我会触法，算了，那我不要租了。什么租税啊，我听不啦哦，然后就这样，你就看你搞一个什么棒子哦，那逼这些空屋全部释到那个市场里面哦，不止租金哦，房价都有机会往下。为什么？他持有这个他觉得好麻烦哦啊，那我奇怪，我这样子空屋不出租，我也要被打。那我就来卖哦。那来卖的话，供应量一堆，这个价格又可以被平抑下来。要控制房价最好的解法，终究会是什么？终究会是那只所谓的市场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是什么？你就是完全不要去管那个供应，你就让你建商爱盖，你毛起来去盖，你去盖啊，哦，毛起来去盖。等市场的供应量一大一多之后，这个就会恢复成一个稳定的状态。台湾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台湾现在不止我们高雄哦，台湾现在问题叫做老屋太多，然后新房子供应实在太少。就是说，如果你在台北市，你住的房子是屋龄5年内，你是4%尊贵的人口，你知道吗？因为大家的房子都很老，哦，2件买卖有1件就是30年以上的屋龄，新房子的供应实在太少。你要搞这个情况哦，就是危老都跟排除在72之2以外，然后排除在不动产集中度管理，那街上你爱盖你就去盖。反正爆了死了那是你家的事哦，那就毛起来盖，海量的供应出来啊，价格自己就会下降。现在是说，哎呀，又要限制建商，哎呀，又限制贷款，为什么？供应一直掐住，一直出不来，然后市场的需求有减低吗？未来会有，因为少子化，但现在就不是嘛，现在就是那个7年级哦，正在买屋购物的年纪，哎呀，还一直要，但是源头就是一点点，那价格就一路就这样，啪就被推上去了。建商的台价就有恃无恐，之前哦差点要贵了，就是那个银行限贷风波嘛，哦，限贷到啊，突然水龙头要开大一点，我靠，所以不知道政府不知道为什么东西都让他们自己盖，市场空屋那么多，你看怎么样？萝卜或棒子，我是支持你们把棒子拿出来捶好了哦，因为我都合法哦，所以都没关系，拿起来捶，那你敲一下5000个空屋释出到市场中。再敲一下5000空屋，再敲一下5000空屋，这都比你那盖那个，你看桃园说要盖这个可负担住宅3000户，要盖几年？不用了，你慢慢敲一下，立刻这些空屋就喷出来，那租屋你就慢慢挑哦，不用自己盖啦，真的是这个叫什么借力使力啦，就真的不用什么都自己盖，还是说自己盖是一种有油水的方式？不然这是没什么道理。你自己的统计你也知道，这个空屋那么多，然后空地就已经很少，你还是要想办法，那花大价钱来盖一个住宅，然后对社会上也造成不了什么价格上的钳制，怪怪的。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哦，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哦，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哦，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哦，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
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3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